创新者的窘境 The Innovator's Dilemma 是由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Clayton Christensen 于1997年出版的书籍。它探讨了企业在面对创新时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这本书提出了一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一些领先市场的公司最终会失败，而一些小型、新兴的企业能够成功地颠覆市场，成为行业领袖。以下是创新者的窘境中的重点内容。创新的两种类型。克里斯坦森提出了两种创新类型：渐进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渐进创新是指在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小幅度改进，以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颠覆性创新则是指通过引入全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打破传统市场格局，并吸引新客户群体。市场失效。书中指出，许多市场领先的公司往往专注于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而忽视了新兴市场的机会，这导致他们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变得脆弱，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无法适应新兴市场的需求。创新的困境。克里斯坦森称之为创新者的窘境，即领先企业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陷入困境。他们往往不愿意投资于不确定的新技术或市场，因为这可能会损害他们现有的业务模式。技术过度。书中讨论了技术过度的现象及企业过度投资于高性能技术，而忽视了低端市场的需求。这为新兴竞争对手提供了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廉价的低性能技术进入市场并逐渐提升其性能，避免创新者的窘境。为了避免创新者的窘境，克里斯坦森建议领先企业采取分离战略，即将新兴市场的业务从现有业务中分离出来，并允许其独立运作。这样可以为新业务提供更多的自由度，以便适应市场的不确定性。资源分配。书中还强调了正确的资源分配和组织文化对于应对创新者的窘境至关重要。领导者需要明智地分配资源，同时培养一种文化，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创新和实验。总的来说，创新者的窘境提供了关于创新与竞争的深刻见解，特别是在技术不断演进的时代，企业如何在保持现有市场地位的同时，不失去对新兴市场的竞争力。这本书的理论和观点已经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企业战略和创新管理的经典参考之一。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中，提出了创新的两种主要类型，即渐进创新 Sustaining Innovation 和颠覆性创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这两种类型的创新在企业和市场中起到不同的作用，并需要不同的策略来支持和管理。渐进创新 Sustaining Innovation。渐进创新是指对现有产品、服务或技术的逐渐改进和提升，它通常在现有市场中进行，以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和期望。渐进创新的目标是改进产品性能、增加功能、提高质量或降低成本，这有助于维护企业的市场份额，延续现有的商业模式。典型的例子包括手机制造商每年发布新型号，汽车制造商改进燃油效率或增加安全功能，以及软件公司提供定期更新和修补程序的服务。渐进创新通常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投资，但相对来说风险较低，因为他们在已有市场中操作，有明确的客户基础和需求。颠覆性创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 颠覆性创新是指通过引入全新的技术、商业模式或产品，打破现有市场格局，
并在原本被忽视或低估的市场中获得立足之地。颠覆性创新通常开始于较小、较不成熟的市场，而不是直接竞争于已有市场。初期，它们可能性能不及现有解决方案，但价格更低，或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主张。这类创新可能在开始阶段被主流市场领袖忽视，因为他们似乎无法满足现有客户的高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颠覆性创新逐渐提升性能，开始吸引更多的客户，并最终取代了现有的解决方案。典型的例子包括数码相机取代胶卷相机，云计算取代传统服务器和存储，以及电动汽车崛起取代内燃机汽车。总的来说，渐进创新旨在改善现有产品，以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而颠覆性创新则是通过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在新兴市场中快速成长。企业通常需要同时关注这两种类型的创新，以保持竞争力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然而，忽视颠覆性创新可能会导致企业陷入克里斯坦森所描述的创新者的窘境，从而失去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在创新者的窘境中，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了关于市场失效 （market failure） 的观点。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指的是在市场中领先的公司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以下是关于市场失效的详细描述。市场失效的定义：市场失效指的是领先的公司在市场中表现不佳或失去市场份额的情况，通常发生在面临颠覆性创新时。这些颠覆性创新通常是全新的技术、商业模式或产品，它们具有潜力彻底改变市场格局，失去对新市场的关注。领先企业往往专注于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提升现有产品或服务的性能和功能。他们可能会忽视新兴市场，因为这些市场通常较小，初期性能可能不如现有解决方案。市场失效的原因：市场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领先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资源配置过于专注于现有市场，他们往往不愿意投资于不确定的新技术或市场，因为这可能会损害他们现有的业务模式。由于领先企业在市场中的强大地位，他们可能过于自信，认为新兴竞争对手无法对其构成威胁，从而忽视了潜在的竞争性威胁。颠覆性创新的兴起：颠覆性创新往往在较小的市场中开始，因为这些市场对性能要求较低，价格更具吸引力，或者提供了全新的价值主张。初期，它们可能不被视为主流市场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颠覆性创新逐渐提升性能，吸引更多的客户，渐渐渗透到主流市场，最终取代了领先企业的解决方案。如何应对市场失效？克里斯坦森建议领先企业应该更加灵活和开放，不断监测新兴市场的动向，并投资于创新和新技术，以保持竞争力。另一种应对市场失效的策略是采取分离战略，将新兴市场的业务从现有业务中分离出来，为其提供更多自由度，并允许其独立运作，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总的来说，市场失效是指领先企业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由于过度专注于现有市场和业务模式而失去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的现象。为了避免市场失效，企业需要保持开放和灵活，不断投资于创新，并警惕新兴市场的竞争威胁。同时，他们还可以采取分离战略，
将新兴市场的业务独立运作，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的不确定性。创新者的窘境中的第3个重点是创新的困境 The Innovator's Dilemma。 这一概念解释了为什么一些领先的公司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会陷入困境。以下是关于创新的困境的详细描述。创新的困境定义：创新的困境是指领先的公司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由于他们的商业模式和资源分配过于依赖于现有产品或服务，而不愿意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新兴技术或市场，从而陷入困境。现有客户的需求：领先的公司通常在现有客户的需求方面表现良好，他们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客户基础，并致力于不断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以满足这些客户的期望。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颠覆性创新通常在新兴市场中开始，这些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初期，新技术或产品的性能可能不如现有解决方案，但它们具有潜力逐渐提升并打破传统市场格局。资源分配的挑战：领先公司可能会遇到资源分配的挑战，他们需要决定是否将大部分资源投入于改进现有产品以保持市场地位，还是将资源用于新兴技术或市场的研发。尽管可能无法立即获得高回报，市场反应的延迟，领先企业常常会忽视初期的颠覆性创新，因为新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性能也较低，这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反应相对较迟。等到新兴市场发展壮大时，已经落后竞争对手。创新者的挑战：面对创新的困境，领先企业需要平衡保持现有市场份额和追求新兴市场的机会。这对领导者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策，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放弃一部分短期收益以换取长期的竞争优势。应对创新的困境：为了应对创新的困境，企业需要保持灵活性，保持开放的创新文化，鼓励员工提出新点子，并将资源分配到长期创新项目中。另一种策略是采取分离战略，将新兴市场的业务从现有业务中分离出来，允许其独立运作，以便更好地满足新市场的需求。总之，创新的困境是一种常见的挑战。领先的公司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需要平衡现有业务和新兴市场的机会。克里斯坦森认为，为了成功应对这一困境，公司需要具备灵活性和战略性，以确保他们不会陷入对现有市场的过度依赖，而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在创新者的窘境中，第4个重点是技术过度 （technological overshooting）。这个概念指的是企业过度投资于高性能技术，而忽视了低端市场的需求。以下是有关技术过度的详细描述。技术过度的定义：技术过度是指企业过于关注和投资于高性能技术，以至于他们的产品或服务超出了大多数市场需求。这可能导致产品价格过高，功能复杂或性能超出了大多数消费者的实际需求。高性能技术的吸引力：高性能技术通常具有引人注目的特性，如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存储容量、更高的分辨率等。企业可能受到这些技术的吸引力，认为它们可以吸引高端客户并创造更高的利润。低端市场的需求：与高性能技术相对应，低端市场通常需要更基本、更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这些市场可能关注的是价格、耐用性、易用性等方面，而不太关心高性能特性。市场失去对低端需求的关注。当企业过度专注于高性能技术时，
他们可能会忽视低端市场的需求，这为新兴竞争对手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利用廉价的低性能技术进入市场，并满足这一市场的需求。技术过渡的例子，克里斯坦森在书中提供了一些例子，如传统磁盘驱动器被固态硬盘所取代。固态硬盘在性能上远远超越了传统磁盘驱动器，但在价格上一度相对昂贵，这使得传统硬盘在低端市场上仍然具有竞争力。应对技术过渡，为了避免技术过渡，企业需要更好地了解不同市场段的需求，并在产品或服务设计中平衡性能和成本。这可能包括开发不同规格或价格档次的产品，以满足不同的客户群体。分层创新，克里斯坦森提倡分层创新的理念，即在不同市场层次上提供不同性能水平的产品。这种策略可以允许企业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同时避免在技术过渡方面的投资。总之，技术过渡是一种企业过度专注于高性能技术，而忽视低端市场需求的现象。为了成功应对技术过渡，企业需要更好地理解市场的多样性，并在产品或服务设计中考虑不同层次的需求，以确保满足各种客户的期望。这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动态变化和不同层次的需求。在创新者的窘境中，第5个重点是避免创新者的窘境 Avoiding the Innovator's Dilemma。 这一部分讨论了企业如何采取策略来避免陷入创新者的窘境，即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丧失市场份额和竞争力。以下是有关避免创新者的窘境的详细描述。分离新兴市场业务，一种策略是将新兴市场的业务从现有业务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个独立实体可以更专注于满足新市场的需求，而不受到现有业务的限制。分离新兴市场业务可以使其更具灵活性，更容易适应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允许采取更冒险的方法，以满足新需求。资源分配的灵活性，避免创新者的窘境需要更灵活的资源分配。企业需要明智地分配资源，以支持新兴市场的研发和发展，即使这可能会损害短期的盈利能力。管理层需要认识到，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不仅需要关注现有业务的增长，还需要投资于未来的竞争力。创新文化的培养，企业应该培养一种积极的创新文化，鼓励员工提出新点子，进行实验和尝试新方法，这有助于提高敏捷性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管理层应该支持创新，并创建一个环境，员工可以在不担心失败的情况下尝试新的想法。监测市场动态，企业需要密切监测市场的动态，包括新技术的出现、竞争对手的举措以及客户需求的变化。这有助于企业及时发现潜在的威胁和机会。建立有效的市场情报系统和竞争情报团队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动向。战略伙伴关系和并购，有时企业可以通过与创新型初创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或进行并购来获取新技术和市场进入点，这可以加速创新过程，减少内部研发的风险和时间成本。定期评估业务模型，企业该定期评估其业务模型，以确保它们仍然适应市场的变化。这包括审查产品组合、定价策略、分销渠道等方面的决策。总之，避免创新者的窘境需要企业采取一系列战略和举措，以确保他们能够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保持竞争力。这包括分离新兴市场业务，
资源分配的灵活性，培养创新文化，监测市场动态，战略伙伴关系和并购，以及定期评估业务模型等方面的策略。通过这些方法，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并保持竞争优势。在创新者的窘境中，资源分配是一个关键的主题，它涉及企业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以支持创新和不同业务领域。以下是有关资源分配的详细描述。资源分配的挑战。资源分配是企业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在面对创新时面临挑战。企业通常必须在不同的优先事项之间做出选择，包括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以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投资于新兴技术或市场，以追求潜在的未来增长，寻求成本削减和效率提升。现有业务 vs 新兴市场。企业经常陷入现有业务和新兴市场之间的资源分配抉择。现有业务通常有稳定的收入流，但可能面临竞争压力，需要不断改进以保持竞争力。新兴市场可能具有增长潜力，但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时间才能实现盈利。创新投资。创新投资包括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或新市场的投资，这些投资可能面临不确定性，因为成功并不总是能够立即实现回报。企业需要在创新项目之间进行选择，考虑到投资的风险和潜在回报。有时，领先企业可能会在较短期内选择专注于现有业务以保持稳定性，但这可能会导致在长期内失去市场份额。分离新兴市场的业务。一种策略是将新兴市场的业务从现有业务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实体。这可以为新兴市场提供更多的自由度，并使其能够独立决策资源分配。分离新兴市场业务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应对新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不会受到现有业务的制约。平衡短期和长期。资源分配需要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虽然投资于创新可能会在短期内降低盈利能力，但在长期内可能会创造更大的价值。领导层需要理解创新和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不仅仅关注短期的财务绩效。定期评估。企业应该定期评估资源分配的决策，并根据市场动态和公司战略的变化进行调整，这可以帮助确保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总之，资源分配是企业成功创新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企业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平衡现有业务和新兴市场之间的资源分配，以确保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这可能涉及到分离新兴市场的业务，投资于创新项目，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以及定期评估资源分配策略的调整。